大家好，我是驴子啊。今天我们来看的是小米手环3。那在真正进入手环3的评测之前呢，我想先来讲一下新一代的表带。小吐槽一下啊，从第一代的小米手环到现在第3代，每一代的手环表带都不能交替使用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在手环2的时候买了一个酷炫金大会的表带，你在手环3，很抱歉，你得再消费一次。而第3代跟第2代的表带相比起来，也有一些修正，像是扣环的开孔更多了。换句话说，让你有了更细腻的调整空间，不会卡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大小。再来是改良过后的接口，不再像是用小米手环2利用边框内收去卡紧米粒，可以看到手环3米粒的侧边就有一个凹槽，表带内框具有凸起的卡准，两者可以互相紧紧的咬合带来更贴合紧密的效果。表带的材质上则维持了拥有安全认证的肤感材质，所以它是非常舒服且无感的。你有时候会忘记它的存在，长时间佩戴是绝对没有问题。你可以带着它睡觉睡到死之类的。讲完了表带，正式进入我们的主角米粒。可以看到米粒3相比起米粒2变得相对肥大不少啊。虽然大上1号，但是重量仅比手环2的7点多公克多了1.5公克。除非你的手有特异的感知功能，否则你应该是察觉不出有变重的啦。我想大家使用小米手环最怕遇到的问题，应该就是这样喷出去。虽然小米手环2相比起第一代喷里面在性已经少很多了，但是喷出去还是不在少数。所以到了小米手环3，小米又再次修正了表带内卡环的设计。小米在米粒侧边的部分加入了凹槽，所以在装入表带内时可以稳稳的嵌入。而你可能会问，这样子会不会很难拔下来啊？嘿 ，yes， 答案是不会。多练习个几次，那股巧劲儿你就学会啦。虽然驴子没有真正喷过米粒但是经过我的极端测试手环3的稳固性可真的说是没话说官方正式号称可以耐受超过2000次的拆装哦。哇，看到了背面，外形上大致2代是一样的但仔细看可以发现2代的感测器不太一样官方也说了，手环3在心率检测上有做了优化修正，但别急，这部分我们等等再聊。翻回正面。按钮部分从第2代的触控键变成了第3代的触控圆形凹槽，相比起平面的触控键，凹槽更能服贴于你的指腹，所以在按压的时候自然感觉是舒服的触感上也比较没那么生硬。终于到大家最期待的这块更大的 OLED 显示萤幕，没错，它变大了，像素密度也变得更高，也完成了驴子当初拿到小米手环1时候的梦想，就是可以触控萤幕。对了。大家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萤幕上这个凸起的曲线设计，这是小米所推出的 2.5D 的水滴设计。从画面上可以看到2代明显的外观差异，而小米手环3的水滴设计也让手感变得相当圆润顺手。不过因为要做出这个立体的设计，萤幕表面到显示屏就产生了一点空间，在视觉上有一种距离感，在较暗的环境下会有一种炫开来的感觉。至于好或坏，这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。但整体来说是不会影响到你的使用体验的，放心。那么这边也欢迎大家投票投票你喜欢哪一种设计，一起来做分享吧。经过了手环2这种点击操作逻辑之后，手环3总算是搭上了触控萤幕点一下 Home 键唤醒手环，上下滑切换功能，左右滑则可以展开功能的选单细项，相当的浅显易懂。给家中长辈稍微学习一下，我想也是得心应手的。而 Home 键的使用方式也有所了改良。手环2的老用户应该都知道心率测量是多么容易被误触的，因为只要点到它就会开始测量，对它的测量。而小米手环3为了修正这些种种的误触，提出了长按 Home 键来确认功能的解决方案。虽然没有手环2点击操作来的直接，但是也大大降低了误触的几率哦。再来先带大家来快速浏览过一遍操作界面，从点开萤幕开始，依序是时间、讯息通知、更多则包含了一些实用但却不常用的码表、寻找手机功能、萤幕设定以及一些手环资讯。回到主界面，接下来则是锻炼功能，还有天气。天气则会显示今明后3天的天气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实用。再来，当然还有计步的步数，
还有心率测量功能。心率功能应该是会蛮常用的，所以在时间的界面的时候往下滑，其实就是心率啦。说到这边啦，应该可以发现小米手环3真的有一些升级，无论在功能的多样性上，或者是在一些体验上的小细节，都有了蛮大的升级。接下来时间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手环3究竟在功能体验上是如何吧。Yes。那我们就先从看到小米运动 APP 作为体验的出发吧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状态界面，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数据的概览，像是你昨晚睡得怎么样啊，上次运动时间是如何，以及检验你是否有达到之前设定目标等等。再来是运动，如果你想记录一些关于路径、速率等详细资讯，那你就必须打开手机，进到这个界面，然后开始进行运动记录。再来最后一个，这是我的资讯，这里除了可以看到一些简易的个人数据外，最重要的是，你可以从这里告诉小米手环3你要它干什么。那在这边我就举3个最常用到的功能，也就是事件提醒、手环闹铃、APP 通知提醒。事件提醒跟手环闹铃其实差不多，点入后你都可以设定你要的事件，并且告诉它你要在什么时候被提醒。那么你也可以设定你要的周期，像是每天啊、每周、每月，甚至是每年。那么一旦输入好事件的设定后，按下储存，那么它就会在指定的时间透过震动来提醒你要做那件事情。而第3个是 APP 通知提醒，你可以选择特定几个你想要的 APP， 让讯息在被接受的时候也同步的显示在小米手环3的荧幕上。我想应该很多人是冲这个讯息显示功能来购买小米手环3的。的确，这个功能就值得你升级了。对于又穷又懒的人来讲，这是一大福音。一次能显示24个汉字，在 Line 和 Messenger 上的通知显示都相当的简洁清楚。操作上左右滑动可以切换上下则讯息，如果你不想看到这么多的话，长按则可以删除所有讯息。至于要显示哪些通知，你则可以从 APP 里面的设定上进行设定。但这边建议不要把所有 APP 通知都打开。第一个是耗电，因为它会一直震动；第二个则是因为这些震动会把你烦死。你先想到那些购物网站成天到晚都传一些有的没的讯息给你，你就这样子，那个时候你就会想把这个手环给砸掉，啪！好了，不开玩笑。好，说真的，相比起犹如24G BB 扣的小米手环2，手环3的讯息显示功能可说是实实在在的大跃进。在先前的小米手环2，如果你想要运动，你必须打开手机，在 APP 中设定才能开始运动。那么到了手环3，你有另外一项选择，那就是锻炼模式。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开启，并且及时得知你的运动时间、心率以及消耗的热量等等。但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知道运动的路径、速率或是跟距离有关的数据，则还是得打开手机。毕竟手环里面是没有内建 GPS 的，所以这是当然的。回归到体验上，我认为抬起手跟得从口袋里面掏出手机比起来，真的是方便太多了，甚至会让你更愿意动起来一点哦。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手环上能直接显示即时的运动数据，不用得再依靠 APP 才能知道自己的奋斗结果。小米这是喊出了更精准心率监测的口号，而考量到并不是每个人睡觉前都愿意勤劳的从 APP 中开启睡眠监测，于是也实际测试了有开启睡眠监测以及没有开启的2种情境。首先是没有开启精准测量的情况下，假如你是一个在床上辗转难眠的使用者，那么它测量出来的数据可能跟实际睡眠就有点小落差。像这一天的数据，驴子当天是失眠的，我很清楚，我3点半的时候还滑了一下手机，大概4点多才睡，但是它却显示我3点钟就睡着了。反之，如果你是一个随躺随睡的使用者，那么不用到开启精准测量，你也可以得到一个相当可靠的数据。像看到这一天，画面上显示的睡眠时间大约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时钟的时间，那么起床时间就是闹钟吵醒我的时间，所以这一天的数据是没有毛病的，非常的精准。那在开启了睡眠监测以后，驴子发现，真的蛮准的。除了某几天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以外，其实都在一个我认为蛮准的范围之内。那么测试结果会因人而异，所以这是驴子自己的测试结果，所以不一定大家都是这样子。这边要提醒大家，手环所测出来的数据仅供你参考，它并非一个正规的医疗器材，所以它所能为你做的就是告诉你一个大概的数据、大概的情况以及身体有没有坏掉之类的。所以不必太认真，把它当做参考用就好了。
接下来，除了像第2代一样可以从手机找到手环外，这一次小米手环3也可以从手环找你的手机喽。无论是 Android 或是 iOS 系统，在绑定手机后都可以透过手环找到你视为生命的手机，而手环解锁功能一样也可以启用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只有 Android 系统的手机才能够使用。个人觉得这点还挺方便的，只要手环靠近手机，点开荧幕就可以直接解锁。至于防水部分，手环3已经进化到了可以到水下50公尺的防水。你要带着它泡澡，或是带着它去游泳池，这都是小 case。这边征求勇者，真的潜到水下50公尺测试，没有人吗？在续航能力上，开启了讯息通知，在正常的情况下，每日电量的耗损约在5%上下，也就是官网所说的20天左右。那么关闭通知或是较少通知的使用者，甚至可以到30天。虽然没有小米手环2来的持久，但是这个续航力在实际体验下仍是没有压力的。在充电上也有了一些改善的小细节，像是新的充电器上多了和表带一样的卡准，放入米粒时能更顺畅。你也不用担心充电充到一半滑落的情形啊。实际的充电花不了太多时间，从0到100充满差不多就是2到2个半小时，大概就是读一本书或者是看巴斯帮你评测影片的时间就可以充饱啦。在这边也要聊聊这几天体验下来发现的一些小缺点啊。首先，第一个是从第2代开始就有的通病，萤幕亮度不足。在不能调亮度的情况下，手环3的亮度不足以应付室外的光线，甚至你要拿另外一只手遮一下，才能看见时间或是讯息。第二个仍然不太满意的是台湾的显示反应时间。2代的显示反应时间几乎是一样的，都是在抬起手后约1.5秒后显示。虽然延迟显示能避免不必要的触发，但是还是太久了。每次举起来，心里面都想着快呀！整体来说，小米手环3还是让我相当满意的。从功能的进化到荧幕的升级，再到一些体验上改善的小细节来看，800多块钱的价钱 ，CP 值还是相当高的。同样的价位在现今市场也是无人能够超越的。那么也期待未来台湾能够引进 NFC 的版本，让行动支付可以结合在手环上，让小米手环有更多的实用性和可看性。好了，本期节目结束啦。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小米手环3的问题或是疑问，欢迎到下面留言区一起讨论哦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个赞以及订阅帮你，记得开铃铛。那么我是梨子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